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一大早就被 HR 叫去破，我觉得你的工作能力有问题，需要改进。可是我的业绩一直是部门第一啊，业绩好也有可能是运气的成分吧。连续5个月业绩都是第一啊，但是你5个月的业绩一直没有增加，一直是500万。现在是下行市场，其他人的业绩都腰斩了，我能保持不降已经很难得了。HR 犹豫了一下，白了我一眼，就算工作能力没问题，你这个态度也是个大问题，去你大爷的！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刚上班，邮件弹出来一个会议邀请，是 HR 设的会，没有标题，时间是半个小时后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这种没有标题又很突然来自 HR 的会议，十有八九没啥好事。我点了接受，到了时间就去了会议室。等我到了会议室， HR 已经在那边等我了，他也没有客套，直接开门见山地说，通过我们最近对你的业绩考评，作为公司的 HR， 我觉得你现在的工作能力无法胜任你的工作。看来我想多了，我以为是裁员了。 Jessica， 我业绩一直是部门第一，你这个无法胜任从何而来？难道业绩第一就证明你工作能力强吗？你为什么会抹去团队的努力？这恰恰反映你缺乏团队意识。可是我们市场部的支持团队都是一样的啊，我业绩好，当然能证明我的能力更强。从他第一句话开始，我就明白了，他就是来找茬的。也许我刚才左脚迈进会议室就已经犯了错误，看来我还是有点乐观了。这么恶心的破，真不如直截了当的把我裁了。业绩好也有可能是运气好，就算换个人负责你现在的客户，他们还是会把业务给我们公司。我已经连续5个月业绩第一了，这还能用运气来解释吗？5个月第一就了不起，你看看你的销售额一直没有增加，你也不能一直躺着吃老本吧？现在是下行市场，能维持住这个销售额，也是天天拼命才取得的结果。你可以去看看竞争对手，业务早就腰斩了，所以销售额不增长，你还有理了？不是有理没理的问题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对我工作能力的质疑毫无道理。看着 HR 胡搅蛮缠，我慢慢的失去耐心了。王浩，我总算发现了你的问题，业绩第一，你觉得是你的能力强，但是销售额没有增长，你又觉得是市场的问题，是公司的问题，难道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？总不能结果好了都是自己的能力，结果不好就都变成了环境和公司的问题吧。此时我已经不仅仅是又没有耐心的问题了，而是要被他逼疯的节奏了。 Jessica， 我要求我的经理一起参与讨论我的个人表现。我跟你解释不清楚，有什么解释不清楚的？一件事做不好固然有多个原因，但是你也不应该总是抱怨环境吧？难道不应该也从自身找原因吗？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拼命控制住自己想拿水杯砸死他的冲动。这样，你对我的评价我持保留意见，但是你如果觉得我工作能力无法胜任，请问是有什么培训还是有转岗的计划？公司不是养闲人的，没有资源给你培训。至于转岗需要参加面试，你就直说吧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刚来上班，莫名其妙的被扑了半天，我也开始心烦气躁了。 Jessica，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绕弯子，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说，也没有什么，就是觉得你工作能力有所欠缺，
没办法胜任现在的工作。我不想浪费时间分析哪里不胜任了，你就告诉我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需要每周写一份报告，里面要有提升工作能力的行动计划。另外，需要把你的工作分出去一部分。销售岗位都是基本工资低，大部分收入是靠业绩提成。我很清楚 HR 这么干就是让你收入越来越少，自己耗不住，主动提辞职。公司要是有裁员计划，按照劳动法赔偿，我是能接受的。公司没有裁员计划，不过你要是主动离职的话，我没意见。我算是想明白了，拖了我半天 ，HR 是想逼我走，而且不给我裁员补偿。妈的，想得美 ，Jessica， 我是不会主动辞职的。想让我走的话，就准备离职补偿，否则我就去仲裁。说完，我就走出了会议室。真的不想跟这个只会破、没有半点逻辑的人再多说一句话。回到办公室，我找到了我的部门经理李涛。HR 想让我离职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李涛点了点头。我也是才知道，早上才通知的我也尽力争取了，拿出你的业绩，但是他们说非要让你走。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。王浩，是这样，你新开发的这几个客户业务已经占到公司的 50% 了，他们觉得合同签了，后续只需要定期维持就好，所以不想给你提成了。但是提成之前跟你有合同约定，不太好赖掉，只能想办法让你走了。听完后我也明白了，就是1年110万的提成，客户前期开发好了，要卸磨杀驴了，没啥好说的。我死磕到底，订单持续给，我就必须拿到该得的提成。如果非要让我走，必须给离职补偿。可是我低估了 HR 的恶心程度，很快幺蛾子就接踵而至。下午我就发现自己被踢出公司所有的微信群，因为公司的很多工作安排必须要通过微信，而且有一些跟客户的远程会议也是腾讯会议，都在微信里通知。这么明目张胆把我踢出去，明显就是让我无法正常工作。我问李涛谁踢的，李涛告诉 HR 刚发的邮件，要求公司各个业务群的群主把我从所有的公司群踢出去。我马上就来气了，打电话给 Jessica， 你几个意思？为什么把我踢出公司的业务群？我怎么开展工作？我可以告你没有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去劳动仲裁的。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已经不需要藏着掖着，必须得直接对了。你别吓唬我，我踢你出去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我有什么问题？你在群里的微信名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去改。听他说完，我气得血一下子冲到脑子里去了。改什么改？公司就这几十个人，还有人不认识我吗？你不要在这喊，这是公司规定，你没有按照公司规定把群里名字改成实名加联系方式，我又不知道你是不是竞争对手潜伏进来的，当然有权利把你踢出群啊。你去仲裁也是因为你先违反公司规定。面对HR如此不要脸的说法，我实在忍不了，但是我知道他是故意的，就是等着我受不了自己走，或者是上头了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做法，名正言顺的把我开掉。好，那麻烦你现在把我加进去，我马上就改名字。行，你先在 OA 上写个申请，等着流程走完我再加你进群。不用看也知道 HR 火速给我准备了一个加入公司微信群的流程。当然这也只是个开始，骚操作一波接着一波。快下班的时候， HR 发邮件给我，让我把手头的工作都交接给同部门的张静。收到邮件，我火就上来了，
拿起电话打给 HR。Jessica， 你是什么意思？有完没完了？没有什么意思。邮件里写得很清楚，你手头的工作要交接给张静啊。那我干什么？你的工作等着安排或者咨询你自己的直线领导，不要来问我。不过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。对了，还有工作态度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什么故意的？你不是喜欢研究劳动法吗？你去看看你合同上面是不是有服从公司工作安排这一条。但是你这个工作安排也要合理啊。什么叫合理？你不是喜欢动不动就仲裁吗？要是不服气可以去仲裁。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我仔细想了想， HR 的套路很简单，但是又特别狠毒。裁员需要赔偿 N+1， 我现在的底薪3000，加上提成每个月2万多，算上年终奖什么的，平均月薪过了3万了。我在公司做了8年，现在裁我的话需要赔偿 N+1， 也就是9个月乘以过去12个月的平均收入，合计27万。他想用基本工资把我养到明年这个时候，到时候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就只有我的基本工资3000，就算 N+1 变成了10，合计赔偿也只有3万块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年我就只能拿3000块的基本工资，就算他不赶我走，我也没有办法生活了。这招太歹毒了，所以他现在强制要求我交接工作，就是想取消我的提成。我找到李涛，李经理， HR 这么搞我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帮你争取过了，但是我也没办法。HR 拍着胸脯给老板说，无论如何会让你走的。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必要较劲了，到最后两败俱伤，与其耗着，还不如出去找个好工作。你的能力去哪里都是骨干。果然没猜错，李涛虽然嘴上说帮我争取，但是还是跟公司穿了一条裤子，谁也指望不上了。我只能靠自己，记得配合交接工作。我出门的时候，李涛还在背后喊了一句。我想了一下，如果我真的把工作交接了，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停发我的项目提成了。只要我坚持住不交接，他们就没有理由了。如果真的停了，我可以去在职仲裁，反正都撕破脸了，也不需要顾忌太多了。下午张静来的交接的时候，我连话都没说。张静站了半天，觉得尴尬，就回去了。不一会儿，李涛和张静就一起来了。王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不给我安排新的工作，我为什么要交接？交接完了，提成你继续给我发吗？此时我也彻底明白了，李涛跟 HR 是一伙的，赶我走这个事情可能是他们商量过才跟老板汇报的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你耗下去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已经发正式邮件给你所有的客户，张静以后负责你所有的业务，以后所有的项目都会由张静来组织，你就不需要过问了。这帮人果然无耻。过去几年，我经常喝得吐血，大半夜跑去洗浴中心帮客户付款，逢年过节费心思给客户全家人准备旅游线路，才把客户从竞争对手慢慢抢过来。现在稳定了，我就被卸磨杀驴了。李涛刚走，客户就打电话过来问我怎么回事，我大概说了几句，客户就不吭声了。过了一会才说，小王，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情我也不好掺和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推荐其他工作。我感谢了几句就挂了。对于客户来说，不管你是王浩还是张静，只要人家该拿的不要少就行，没必要为了你跟钱过不去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工作中推心置腹也好，
平时酒桌上把酒言欢也罢，真的到了利益相关的时候，没有人会帮你的。李涛不会帮，客户也不会，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受损。现在好了，李涛已经强行开始交接工作了，似乎也由不得我了。难道我真的就这么灰溜溜的被踢走了吗？自己一手拉来的业务被人强行拿走，让我觉得充满了讽刺的味道。公司这么无耻，我也得豁得出去才行。真实的职场又不是知乎小说，动不动老板是我爸，客户只认我，代码只有我知道，没我公司马上倒。只要我略微出手，坏人马上跪地求饶。公司既然要整我，这些早就考虑过了，只能靠自己。我想了想，公司不要脸，我还顾着脸面，那就等着被人拿捏。我要豁得出去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。我买了胸前挂的摄像机，每天按时打卡上班，没事就去技术部去看看我负责业务的项目进展，全程视频记录。刚开始技术部的同事们还有点尴尬，后来我去了之后，他们照常开他们的会，就当我不存在。张静在前排坐着，我就找个椅子坐在会议室角落，反正只要我每天正常参与项目的管理，公司就必须得给我发提成。HR 每周找我开会，持续的破，我就当狗念经，让我写改进报告，我就用豆包写，他要多少字我就给他生成多少字。月末公司发福利，带鱼我的最窄，水果我的最小，米面油都给我发临期的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属于小儿科的破，对我毫无作用。自从我想开了，而且放开了以后，刹那天地宽。我坚持正常上下班，我倒要看看谁能沉得住气。到了月初发工资，提成还是给我发了，反正我有证据证明我正常参与项目管理，按照合同，我就应该拿到我的提成。终于 HR 沉不住气了，先出招了。下班前 HR 发了一封邮件给全体员工，为了创建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，同时响应国家号召，保证生活工作平衡，公司要求所有人历年留下的年假必须在本月休完。我2年没有好好休假了，假期来20多天，这要强制休假，我这1个月不用来了。等我回来，估计他们就搜集够了我没有参与项目的证据了，打着为员工着想的旗号来黑我，太不要脸了。紧接着 HR 单独发给我的邮件也来了，要求我从下个月1号开始强制休假到30号。HR 还贴心地写了一段话，为了保证你有一个安心的假期，公司禁止了你的门禁卡和所有系统的权限。这不是赤裸裸地赶我走吗？既然让我休假，我也无所谓。在公司忙了这么多年，到节假日还是想着怎么安排客户，总算有自己的时间。于是我带着老婆孩子去新疆自驾，反正公司的微信群也没有加进去，公司的系统和邮件也进不去，恰好可以不用担心工作上的事情，完全放松的玩。老婆还一直担心，问我要不要利用这个时间找好下家，要是公司再为难我，实在待不下去就辞职，不跟他们斗了。我想了想也是，于是自驾回来后，花了2天时间准备了一下自己的简历，发给认识的猎头，让他们帮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。可惜1周过去了，石沉大海，以我的资历和工作能力，也不至于连个面试都没有吧。到了周末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打电话给猎头，猎头也回答得含糊其辞。王浩，你也别着急，我再多问几家，不过的确也奇怪，现在招销售经理的公司还不少，
我大概讲了一下你的情况，感觉他们特别有兴趣，但是我把你的简历发过去以后，他们就没有消息了。我自认为无论学历、工作经历和业绩，在行业内的知名度绝对是能拿得出手的，不至于沦落到2个面试机会也混不到吧。猎头也认可，按理来说，我这种属于猎头市场的抢手货，现在变成了滞销品，他也百思不得其解。算了，不纠结了，明天就休完假上班了。我先去跟公司斗吧，可惜我想上班也不一定有班上了。一大早，我到了公司，门禁卡还是刷不开，我猜是 HR 还以为我在休假，没有把我的权限打开。本来想蹭同事们的门卡进去，再找 HR 帮忙把门禁权限打开，可惜等到9点了，居然一个同事的身影都没看见。门口冷冷清清的，就我一个人孤零零的，等了半天，打电话给 HR 没有接，又打给李涛也不接电话，其他同事我也不好意思打，毕竟大家都知道我跟 HR 在闹，万一被 HR 知道了，谁知道会不会穿小鞋。我等到了中午吃饭，还是没人来上班，无所谓了，我给 HR 发了条消息，已经到公司，但是由于门没有开，没有办法打卡。第2天依然如此，公司的人好像消失了一样。我大概明白了 HR 的小伎俩，等我连续3天旷工，公司就有权利把我开除了，不需要任何赔偿。这种low到极限的招数很好破解，我就正常到指定的工作场所报到就行。至于没有打卡，没有开展正常工作，是因为公司没有创造工作的条件。中午吃完饭，我还回家拿了一个 2W 毫安时的大充电宝和一张折叠床，在公司门口躺着玩了一天手机。按照我对 HR 套路的了解，明天他们还不出现，等后天就打电话通知我被开除了。可是他们人都去哪里了？这么大一个公司，近100号人呢，居然一个人都不在。我怀疑他们是不是从其他门进去，还给前台固定电话打过电话，结果还是没有人接，我就差报警说公司失踪了。第3天，我依然带着折叠床和充电宝到公司门口玩手机，但是居然发现同事们都成群结队来上班了。看见我左手拎着折叠床，右手拿着大充电宝，同事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看，我也懒得解释。恰好张静来了，我说让他帮忙刷个卡，我要进去上班。张静皱了皱眉头，王哥，也不是我不愿意帮忙，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况，上周 HR 发通知，禁止代刷门禁卡，否则扣除当月奖金。我也不想为难他，毕竟他也是个受害者，让交接工作也不是他的本意，只是 HR 和李涛逼着他这么干。行，谢谢了。说完，我就坐在门口等 HR 或者李涛来。到了10点，HR 终于出现了，看见我，脸色也好了，不像之前一脸死相。不过一开口，我就知道自己太乐观了。王浩，今天来办离职吗？办什么离职？我休完假来上班了啊！你赶紧帮我把门禁的权限开了，等了半天了进不去。HR 马上收起刚才的好脸色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连续旷工第3天了，公司可以无责开除你。怎么就第3天了？前2天我都来了啊，只是你们没来而已。按照公司规定，迟到1个小时算旷工，现在已经10点半了，今天已经算是旷工，加上昨天和前天，合计旷工3天。你说旷工就旷工啊，自己去翻看员工手册。你要是办理离职，请跟我进来，要是其他事情，请不要影响我们公司的正常运营。
Jessica， 做人不要太过分了。我前2天都来公司，我有记录，但是公司没有人上班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公司前天和昨天组织团建，在微信群和邮件都有通知，我们给你留了位置，但是你没有出现。我已经按照旷工处理了，我都被踢出微信群了，邮件权限也被禁了，怎么可能收到你的通知呢？正在这个时候，跟我熟悉的猎头打电话过来，我没理 HR， 接起电话，王浩，我终于搞清楚了。问了一个关系很好的 HR， 他跟我说，你们公司的 Jessica 在行业 HR 微信交流群里发了一条信息，说你职业道德有问题，截留公司给客户的回扣，虚报发票，让大家避雷。还说公司正在开除你，可能追究你的职务侵占。猎头朋友还没说完，我血压就升上来了，挂了电话。我在楼道里站了半天才冷静下来。本来就是一个裁员不给赔偿的事情，但是由于我没有配合，居然在就业市场上搞臭我，而且下手这么狠，还用我黑公司的钱来污蔑我。哪个老板也不敢要在钱上有污点的人啊！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赔偿能不能拿已经不重要了。今天这口恶气无论如何我是忍不了了。我回到公司门口， HR 还在那等我。我深呼吸了一下，走到他面前，行 Jessica， 我这就进去跟你办理离职手续。 HR 看我态度转变了，脸色又好了，他盲目的以为我已经被他拿捏了。不过好戏在后面，等走到大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停下脚步，冲着所有人喊，大家听我说一句，这种卸磨杀驴的垃圾公司大家要小心，不去想着怎么发展业务，天天盯着你的提成和奖金，而且老板还养了一条好狗。说完，我意味深长地看着身边的 HR， 公司所有人都开始向这边张望，无论干活的还是摸鱼的，此时都变成吃瓜的。 HR 马上就反应过来，我进来只是找机会报复他，并不是真的要办理离职。王浩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感慨老板养了条好狗，又听话又恶心，给根骨头见人咬人。吃瓜群众早就对 HR 有怨言。我这么一说，所有人都开始笑了。 HR 仗着老板的信任，在公司嚣张跋扈惯了，哪受得了这种气？王浩，你个王八蛋骂谁呢？你看，狗就是狗，就喜欢上赶着找骂。这个时候，李涛也从办公室出来，看见这个情形，马上过来搂着我肩膀，想当和事佬。王浩，有什么事咱去会议室聊，没有必要搞成这样。聊你大爷啊！你跟 Jessica 老板穿一条裤子，谁不知道？哦，忘记了，狗是不穿裤子的。李涛听完，脸红一阵白一阵。老子一个人背了部门的一半业绩，你他妈的还在背后捅刀子，你连狗都不如。李涛看我有点杀红眼的架势，没敢还嘴，灰溜溜的站着。我继续回到 HR 这边，你他妈一个烂 HR， 不干正事，成天玩破，到处造谣，有能耐自己去搞定客户啊！人事部硬生生被你搞成不干人事的部门，咋地？你们是西厂的太监啊 ？HR 被我对得说不出话，脸色气得煞白。我管不了这么多，持续输出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破防了，上来就打了我一巴掌。这可是你给我的机会啊！这可是你先动的手。等大家反应过来，我已经左右开弓，2记响亮的耳光，接着就是一脚把他踹倒在地。HR 已经倒在地上，披头散发的哭个不停。估计这一次结束了，他也没有脸继续留在公司了。我就是把动静搞大，让其他公司的人也知道，
你在你们的 HR 的微信群里给我造谣，我干脆用拳头让你名声比我的还要大，看看有没有敢要被员工打了的 HR。 这个时候，几个同事和保安一起把我拉住，也有人打了110。老板那个老乌龟还是聪明，看我杀红了眼，躲在办公室不敢出来。我也没闲着，站在门口骂个不停，怎么难听怎么来，反正我想好了，哪怕赔偿不要，也要把心里憋了2个月的这口恶气出来。等叔叔来的时候，我已经骂累了，顺手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。HR 见叔叔来了，马上就来劲了，非要去医院验伤，说我打他了，让警察把我抓起来，最好枪毙了。叔叔看完监控，判定为互殴，然后问我们：你们2个看是调解还是去派出所？ HR 还想撒泼，叔叔指着监控拷出来的视频冲他说：你可是先动手的，如果非要闹大，你们2个也是个一半的责任。老乌龟老板看着叔叔来了，也连忙出来，在那边劝 HR， 已经认定了互殴，要是我进去了，他也得进去。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安抚了 HR 半天，最后互不追究责任。老板要求我马上离开，我让给我开离职证明。 HR 整了整头发，指着我：你等着。不一会儿就从办公室拿出来2页 A4 纸，我打开一看，我勒个去，离职原因写了10几条，都是我的种种恶行，公司万不得已才把我裁掉，拿到了该拿的，气也出了。叔叔也劝我有事去仲裁或者法院起诉，没有必要动手动脚。我想了想也对，反正把 HR 李涛和老板的面子下了，我的目的也达到了。我反正要离职了，看他们以后还怎么在公司横行霸道。第2天我就去了劳动仲裁。过了几周，仲裁打电话让公司调解，我一看是 Jessica， 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她看到我就变得无比激动，冲着我喊：王浩，你去告去，公司跟你耗得起，赔偿金你1分钱也别指望拿到。自从我不把这个事情当个事以后，心情无比愉快。我转身就交给一个律师朋友，毕竟公司其他人团建那2天，我都全程录了去公司的视频，只是门禁没有权限，没有进去。他们所谓的连续旷工3天压根不成立。律师朋友表示就没有打过这么容易的官司，不过可能的确需要时间走完程序。当然我也不需要出面了，也不需要看 HR 那张臭脸了。果不其然，一审出来，公司不服，提出上诉，一直折腾了1年多，法院强制执行，而且不是 N+1， 而是我主张的2N， 合计54万。2审的时候，我故意去看了一眼， HR 已经换人了，来了一个新人，带着公司的律师一起来的，也没有怎么辩解就认罚了。当然我也没有闲着，找到竞争对手公司的老板李总，如实的把所有的情况跟他讲了一遍。他还是有些担心，我也理解，这种骂过老板的员工一般人也不敢要。当然我还是有办法的，李总，给我半年时间，如果拿不下我原来公司的客户，我自己走人。市场本来就不好，李总听我说能抢来订单，马上拍板，让我明天入职，直接汇报给他，并且让自己公司的 HR 在他们那个行业 HR 群里帮我澄清，当着我的面了群里的 Jessica， 以后不要造谣。等我打电话给客户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我去了李总公司，开始扭扭捏捏不松口。不过他倒是愿意跟我出来喝茶，我也没藏着掖着。张总，我们这么多年不玩虚的，以前你拿多少，现在你还拿多少？张总喝了口茶，笑着不说话。我明白，要换供应商，
他那边也需要出力。除此之外，我自己提成的20%中，我拿出一半给你。做了这么多年销售，我知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张总马上就不淡定了，一口就把茶喝完了。小王啊，我其实一直觉得你人能靠得住，我也不是想要你的提成，只是内部也需要打点，我还是比较信任你。你跟公司闹得那么大，也没有想着把我咬出来。放心，这个事情我帮你办。说得冠冕堂皇，还不是谁给的多业务就给谁。不过我无所谓，我找到工作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我要他们死。半年后，张总的业务全部被我抢过来了，李总很高兴，直接任命我为销售副总。得知我把自己的提成让出去一部分，二话不说，用利润把我那部分补齐了。张总也够意思，任凭李涛他们怎么求他留下业务，他都没有回一句话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公司 HR 告诉我李涛在找工作，投了我公司的简历。等我到了会议室， HR 已经在那边等我了，他也没有客套，直接开门见山地说，我故意让他来面试。等他走进会议室看到我的时候，脸都白了。王总，以前的事真不是我的主意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老板让我跟 Jessica 想办法黑掉你的提成，我一直给你争取裁员补偿，但是 Jessica 不同意，非得给老板说他有办法。Jessica 去了哪里？不知道。在你起诉一审下来后，老板把他骂了一通，让他滚蛋了。本来27万裁员补偿就能解决的，他非要劝老板跟你死磕到底，最后加上诉讼和律师费，公司支出了60多万。那你怎么出来找工作了？张总那边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一点余地没留，就把业务都拿走了，业务腰斩，公司难以为继，已经倒闭了，老板也跑路了，还欠了我几个月工资。听完之后，我也没多说话，回去等通知吧。李涛战战兢兢地走了。我打电话给 HR， 把这个人放到公司黑名单，永远不要给任何面试的机会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